随后主界首领便让他挑选出来的100名古界小辈自行决定跟随哪个队伍，而楚风的队伍居然立刻爆满，这让周东、秦书以及贾成英的脸色都是不同程度的尴尬。因为当古界首领宣布可以挑选队伍后，几乎所有小辈一股脑的冲向了楚风，若不是有人员限制，恐怕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楚风，是因为名额满了，古界的小辈才开始从他们3人之中挑选的。可他们是什么人啊？他们什么身份？居然让他们成为第2选择，这自然让他们无法忍受。楚风少侠，4个结界门，你先选。古界首领对楚风道。楚风再度得到了特权，妈的，贾成英都快气死了。楚风在他眼里就是一个贱民，结果到了这里，楚风从一开始就众星捧月，就好像他色古界的王一般，这让贾成英无法接受。就第一个吧，楚风说话间便与白云清一同带着25位古族小辈进入了第1道结界门，穿过结界门，浮现而出的乃是一座地宫，而当最后一个人进入之后，他们进入所用的结界门便消失了。很显然，想离开这里需要从另外的地方才行，他们已是没有退路可言。诸位，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挑选一位领队。就在此时，白云清忽然开口，重新挑选。首领大人不是已经说了楚风少侠是首领吗？可白云清刚开口，便立刻有古界小辈提出质疑。诸位，你们想一下，首领大人让你们进入这里，也是希望你们能够得到一些好处的。你们看看这座地宫，必然充斥着重重危险，而我乃是图腾龙族克钦大长老太史心中的弟子，我的修武境界是2品半神。至于结界之术，白云清话到此处，周身衣袍舞动，一股强大的结界之力涌现而出。蓝龙神袍，他是一位蓝龙神袍界灵师，好厉害啊！见识到白云清的展现的力量，古界众小辈也是目露惊叹，明显对白云清刮目相看。我的结界之术，应对任何结界关卡都不成问题。我敢这样说，若是这里有连我白云清都无法破开的结界阵法，那么其他队伍也绝对无法破开。而我白云清的实力可不仅仅如此。话罢，白云清收起结界之术，随后额头雷纹浮现，紧接着雷霆铠甲也是涌现。他此时展现的修为不是2品半神，而是4品半神，能在半神境开启2重血脉力量，好强啊！不愧是太史心中大人的弟子。此时古界众小辈看向白云清的目光更加崇拜了，而对于古界众小辈的反应，白云清也是十分满意。他得意地看了楚风一眼，尽是挑衅。楚风兄弟，对于重新选择领队这件事，你没有异议吧？毕竟要得民心，要服众嘛。白云清笑眯眯的道，但却笑得不怀好意，阴阳怪气。你说的对，那就重选。楚风道，好，爽快。白云清见楚风如此痛快，还以为楚风是怕自己了，于是越发得意的看向古界众小辈。诸位，现在可以挑选你们心仪的领队了，站到你们心仪之人面前即可。白云清说这话的时候，本来自信满满，可是很快他的脸色变得僵硬起来，他难以置信，明明已经展示实力了，可是还是有24位古界小辈走向了楚风，只有一个长得还不错的女子走向白云清，你们可真是没有眼光。白云清狠狠地瞪了一眼，选择楚风的24位小辈，随后便看向那唯一一个走向他的女子，因为这名女子长得不错，白云清倒也是得到了一些安慰。这位姑娘，你们古界小辈就属你有眼光，放心，选择我白云清绝对不会让你后悔。白云清道，啊，不好意思，我是想选楚风的。那位女子说道。白云清顿时目若呆鸡，心想你选楚风，往我这跑什么？而在白云清不解之际，那小女孩则是忽然弯腰低头，将一块石头捡了起来。这块石头有些好看，主要它的形态居然是心形的。捡起这块石头，那女子便立刻跑到了楚风身前。楚风少侠，我好喜欢你啊，我叫赖甜甜，与赖长老一样，是赖麦部落的，这个送给你做见面礼。那女子开心的将那块石头递给了楚风。见到这一幕，那白云清气的嘴都歪了。楚风，我劝你直接让贤，接下来听我的。白云清道，凭什么？楚风问。听闻此话，白云清也是神色一僵，本来以为楚风已经怕了他，可是看现在的形势，似乎与他想的不太一样，但这反而让白云清更加兴奋了。敬酒不吃，那就吃罚酒。凭什么？白云清冷笑，就凭我是白云清，就凭我白云清的实力，你别逼我动手。好厉害啊，白云清，你是不是忘记真龙大人的遗迹了？楚风道。楚风此话一出，白云清顿时脸色大变，不由问道，你说什么？他怀疑是自己听错了，真龙大人遗迹你去了吧？你不是还弄了一身屎吗？楚风直接道，什么？听闻此话，古界众小辈都是一愣，随后齐刷刷的看向白云清，他们倒是不在乎什么遗迹，但是都很想知道白云清真的弄了一身屎。你听谁说的？是不是司徒界灵门的人？白云清此时咬牙切齿，当日之事可谓是他心里极大的耻辱，是他不敢面对的过去，而当日他警告过司徒界灵门的人，此事不可传出去，不成想还是被传出去了。妈的，司徒界灵门的狗崽子们！白云清咬牙切齿，心中已经暗暗发誓要对付司徒界灵门。你还被司徒界灵门的人看到了吗？那你也太丢人了吧！楚风哈哈大笑，啥意思？你不是听司徒界灵门的人说的？白云清则是感到不解，当然不是。楚风道，那你是听谁说的？白云清非常在意此事，无需听说，因为你那一身屎就是我做的陷阱。楚风道，啊！楚风此话一出，古界众小辈都是大惊，没有想到楚风与白云清还有这样的过往。而就在此时，白云清大袖一挥，将众位古界小辈推到远处，随后一道封锁结界将楚风与他封锁了起来。你说当日是你有证据吗？白云清问道。他虽然嘴上不相信，可实际上他已经开始相信了，毕竟真龙大人遗迹内的2个对手，一个是虎字，一个是楚字，说起来那楚字的与楚风还真是符合。证据吗？楚风清了清嗓子，随后学着老猫当日的声音道，只要把你身上的宝物都交出来，再配合我将那钥匙给我，本大爷可以让你一条生路，甚至不会伤害你。此话说完，楚风又学了学白云清当日的语气，我配合，只要你不伤害我，
你想怎样我都配合你。话罢，楚风又恢复了正常的语气，对白云清道：对了，见你身上的屎是阵法所化。楚风刚刚的话可以说是完美还原了当日的情景，而那偏偏是白云清心中之耻，是最不愿意想起的情景。楚风，快闭上你的臭嘴，否则老子宰了你！白云清恶狠狠地威胁道，不许楚风再说。而就在此时，楚风则是直接张开了戒灵大门，很快女王大人也是从中走了出来。小废物，你宰了谁？女王大人冷冷的道。白云清原本很是愤怒，可见楚风放出戒灵，他忽然没那么愤怒了。他能感受到女王大人的修为，可正因如此，他才没那么愤怒了。他甚至有点想笑。楚风，什么意思？你是想要靠一只一品半神的戒灵来吓唬住我白云清吗？白云清问。不行吗？楚风问。楚风，你也未免太小看我白云清了吧？我根本都无需自己出手，你以为只有你有戒灵吗？我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戒灵。白云清说话之间，也是打开戒灵大门，紧接着便有23只戒灵走了出来。这23只戒灵，个个凶神恶煞，一看就都是不好惹的主，而他们也不是虚张声势，都是具备强大实力的。有20只是一品半神，还有3只是2品半神。可就在此时，女王大人大袖一挥，顿时一股黑色气焰横扫而过。下一刻，白云清的23只戒灵皆是瘫倒在地，惨叫连连，已皆是身负重创。可实际上，女王大人已经手下留情了。幸亏这23只戒灵没有说令女王大人不爽的话，否则他们现在都已经化作了一具具尸体。妈的，居然这么强！你不是一品半神吗？白云清也是脸色大变，不由得重新打量起女王大人。他没想到楚风的戒灵如此厉害，现在服从我可以饶你一命。楚风道：服从你，你也配？此时，白云清的身上雷纹以及雷霆铠甲浮现，修为也是从2品半神提升到了4品半神的地步。你当我白云清是软柿子吗？你这戒灵再强，也只是1品半神，他保不住你。就算服从，也是你服从我。白云清怒吼道。女王大人抬手一掌，那滔天的黑色气焰便化作一只巨手，向白云清拍了过去。一切发生的太快，白云清还没来得及闪躲，直接被一掌击中，直接将他从自己布置的阵法内轰了出去。原本古界众小辈还担心楚风，结果看到白云清忽然飞掠而出，狠狠地撞在了地宫的墙壁之上，强大的力道使得地宫都是剧烈一颤。而紧接着，所有古界小辈都愣住了。好美啊！无论男女，同时张大了嘴巴，因为女王大人从那破碎的结界内走了出来，他们也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别打了，我服了还不行吗？我当着众位古界兄弟姐妹的面发誓，现在开始我认楚风为大哥，此次考核我跟着他混，别打我了。此时，白云清捂着肚子，一边说话一边喷血，连牙都掉了好几颗，实际上他浑身骨头都快碎裂了。女王大人只是一击便要了他半条老命，求饶有用。然而女王大人却不打算停手，还想继续教训白云清。他早就看白云清不爽了，但算了。见状，楚风则是赶忙开口，他生怕开口晚了，白云清会性命不保。虽然与白云清结下了梁子，但楚风觉得现在还不是杀白云清的时候。记住你说的话，若敢耍手段，我要你命！女王大人冷冷地丢下这句话后，便走入了戒灵大门之内。别看女王大人平时和楚风嘻嘻哈哈的，可是在白云清面前，简直如同杀神临世。怎么样，没事吧？楚风笑眯眯地看向白云清，你自己不会看吗？我这像是没事的样吗？下手太狠了，好歹是一个队伍的，至于吗？白云清早已没了先前的嚣张也狂妄，反而是满脸的委屈。他先是将自己掉的几颗牙按上，这才吞服疗伤丹药进行疗伤。没事就起来吧，别耽误时间，咱们现在可是在考核呢，是有时间限制的。楚风道，你这戒灵从哪找的呀？怎么这么猛啊？白云清搀扶着身子，强忍着剧痛站起身来。个人魅力。楚风道。白云清有些不太相信，但却说道，不过倒是小瞧你了。楚风没有再理会他，而向前走了几步，指着墙壁说道，别废话，这里有阵法，你来破阵。楚风此话一出，众位古界小辈却是目露不解，他们也都是戒灵师，进入这里之后也不想只指望楚风与白云清，他们也想立功，也想表现，所以他们刚刚也都认真观察了眼前的环境。楚风所指的方向，他们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结界阵法的存在。而此时，白云清竟真的走到了楚风所指的墙壁面前，小菜一碟，交给我吧。虽然戒灵不如你的厉害，但结界之术还是在你之上。白云清说话之间，便开始布置破解阵法。破解阵法落到墙壁之上，墙壁先是剧烈一颤，紧接着便有光芒浮现。真的有阵法，好厉害啊！见此情形，古界众小辈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仅仅是对楚风，对白云清也是有些佩服。因为当他们觉得那里没有阵法的时候，白云清却是直接破阵，说明白云清也是发现了那里的阵法。光芒消散之后，墙壁上面竟突出了3块石头，每块石头上面都写着一个字：易、中、难。这应该是考核的难度。幸亏我厉害，能够破解这阵法，让我们有了一个选择的机会。若是无法破解这阵法，那就只能任由此地安排了。白云清得意地说道。而就在这时，楚风则是一脚踢了上去，直接踢在了那写着难的石头上面。这一脚下去，那块石头竟碎裂开来，随后化作气焰掠向了在场的每个人，紧接着又飞掠回去，再度化作石头，伴随阵阵轰鸣，3块石头重新回到了墙壁内，与墙壁融为一体。可紧接着，一股结界之力自那墙壁内扩散而出，覆盖了整座地宫。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地宫有了某种变化，与之前不太一样了。你疯了？怎么选择难啊？白云清睁大眼睛对楚风斥责道。怎么，你怕了？楚风问。怕？我当然不是怕，我白云清其实就是怕了，只是他不愿意承认，他和他师尊走南闯北，
经过不少遗迹，他一眼就看出来，刚刚的选择是根据他们这些人的能力而改变的。选择难的话，对于他们而言就真的会很难。这种情况中才是最好的选择。只是现在他却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了。赶紧走吧，继续破阵。小弟就要有小弟的样子，听到没？楚风道。白云清狠狠地瞥了楚风一眼，虽然有些不服，可是想到楚风那只戒灵，顿时一阵胆寒。随后只能按照楚风吩咐前去破阵。白云清虽然人品不咋样，可是破阵还是有一套的。一路走来，很多阵法他都能够轻松化解。不过这起初白云清还很愿意，但是到了后面阵法越来越难，他也是开始牢骚不断。此时他们前方出现了一道结界墙壁，封住了他们去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结界墙壁的难度有多大，就连白云清破解起来也是颇为吃力。你的破阵位置有偏差，往左边挪一挪，主攻左路。楚风对白云清说道：“你再叫我破阵。”白云清猛然回头，满脸怒意地盯着楚风，不算叫，只能说是提醒。楚风道：“我需要你提醒，我什么水平？你什么水平？你只是区白龙神袍，而我是蓝龙神袍。你真以为真龙大人的遗迹内利用阵法便利，你侥幸赢了我一次，你就真的在我之上了吗？”白云清忽然暴怒起来：“我只是提醒一下，你这么激动干嘛？”楚风也不生气，反而心平气和。不是楚风脾气好，而是他看着白云清这暴躁的样子，觉得很是有趣。他知道白云清心高气傲，而楚风这一路的所作所为，对于白云清而言便是极大的折磨。激动？我不该激动吗？这一路走来，阵法都是我破的，到底你是领队还是我是领队？要你有何用啊？白云清咆哮道。而他此话一出，古界众位小辈竟也觉得有着几分道理。的确，除了刚开始二人交手，楚风凭借戒灵将白云清击败之后，楚风几乎就没有再出过手，而是把破阵的所有任务都交给了白云清。非要说的话，他们能够顺利走到这里，的确是白云清的功劳更大。楚风察觉到了众人的心态变化，不由露出了一抹笑意。白云清，看来你还是不服啊？楚风道。楚风的话明明是笑着说的，可是白云清却忽然有些慌了，他害怕楚风再度将女王大人放出来。楚风，你别叫你那戒灵出来，我告诉你，我不服你也是正常的。你既是领队，就要做出领队该做的事，你什么都不做，所有难题都让我白云清解决。别说我不服，你问问他们服吗？白云清说话间看向了古界众小辈，我们服。古界众小辈齐声道，你们，我擦。白云清气得哑口无言，都已经这样了，你们居然还服？白云清，你不服是吗？那我就让你服。你破这道阵法用了快2炷香的时间了吧？楚风问。是又如何？白云清问。现在我来破阵，让你看看我能否在2炷香内破完。楚风说话间便走上前去，就你痴人说梦吧，你不过是一个白龙神袍而已，你凭什么破蓝龙神袍都破不开的阵法？你难道连最基本的境界差距都不懂了吗？白云清冷嘲连连。可对于白云清的冷嘲热讽，居然就连古界众小辈也觉得有些道理。楚风，都无需2炷香，你若能10炷香的时间破开此阵，我白云清就服你，任你做我大哥。白云清道，这可是你说的。楚风道，这么多人作证，我说话算话。白云清底气十足，是因为他知道楚风绝对不可能破开这阵法。而就在此时，楚风体内结界之力释放而出，不过随意挥手之间，便将破解阵法布置完成，随后便开始催动阵法，与眼前的墙壁相融。这个家伙，当楚风阵法布置完成那一刻，白云清的脸色顿时就变了。后面那些已经准备好了吗？用来羞辱楚风的话已经是说不出来了，因为他惊愕地发现楚风这座阵法非常的精妙，比他的阵法还要精妙。最主要的是，楚风阵法所蕴藏的结界之力虽不如他阵法那般霸气外露，可却根本不弱于他的阵法。这不可能，这不应该啊！他一个区白龙神袍，为什么可以布置出这样强横的阵法？这不是他这个境界能够做到的事情。白云清简直不敢相信他所见到的一切。就在白云清不解之际，楚风所布阵的阵法已经是开始冲击向那道墙壁开始破阵。在楚风那阵法的攻势下，墙壁开始剧烈的颤动起来，而这一切都源自于楚风的指挥。阵法强弱是一方面，但戒灵师运用得当的话，必然会极大的加强阵法的力量。这一刻，白云清再度看向楚风，眼中已经有了不一样的目光。如果之前被女王大人击败，他完全是因为女王大人的力量从而服从楚风，那么现在他是真的对楚风刮目相看了。他发现无论是布阵还是对阵法的运用，楚风竟都在他之上，并且强了不是一点半点。可他是谁？他是白云清啊！他本已是当代戒灵师的顶尖天才，正常来说不可能有人比他强这么多才是。伴随一声轰鸣响起，那座墙壁碎裂开来，楚风通过阵法已经将那墙壁破解。不到1炷香，不到1炷香，楚风少侠你也太厉害了吧！图腾龙族克钦大长老弟子，2炷香都无法破解的墙壁，你用1炷香就破解了，而且你不是白龙神袍吗？为何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啊？此时，古界众小辈对楚风夸赞连连，尤其是女自己，那更是满眼的花痴。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见证了奇迹。谁说楚风不配做领队？他若不配，便没人配。而楚风对着他们微微一笑，并未多说太多，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白云清。怎么样，我领队之名配不配得上？楚风问道。小瞧你了，不知你师承何人？白云清问。哪来这么多问题？叫大哥。楚风道。对，叫大哥。古界众小辈也是起哄道。虽然白云清很不情愿，但还是道：大哥，接下来的阵法由我来破，你辅助我。楚风道。对此，白云清倒是少见的没有反对，因为他也意识到后面的阵法只会越来越难。楚风的阵法运用以及破阵水平在他之上，就连观察力似乎也是不弱于他。抛开个人恩怨不谈，若想尽快通过考核，他们2人合作才是最好的。随后，楚风与白云清等人继续前行，在他们2人配合之下，果然破阵变得更加简单。直到他们的前方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结界门，大家先停下。楚风认真打量过那道结界门，他不仅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更是看出了一些端倪。这门内不仅有幻象阵法，还有其他
他阵法是真正的危险重重，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诸位，这道结界门只有我与白云清进入，你们在这里等着。好，古界众小辈立刻应下。一路走来，他们早就见识到了楚风的本事，楚风简直就是他们心中的神，自然对楚风言听计从。没问题吧？楚风看向白云清，区幻象阵，当然没问题。白云清笑了笑，随后便踏入了其中。这家伙怎么还是这么自负？我看他还是欠揍。女王大人道：这家伙抛开人品还有嘴贱这件事不谈，他在结界之术方面的造诣的确不错，难怪太史心中会收他为弟子。楚风道：你这评价怎么反而还不错的样子？女王大人有些诧异，抛开敌对身份，真的接触下来，我感觉此人似乎没那么坏。楚风这样评价也是因为一路的观察。起初，楚风为了提防白云清，暗中布下了阵法，并且暗中催动，只要遭受攻击，界灵大门便会自动打开，女王大人也会直接出手教训那白云清。可是楚风发现白云清明明有很多可以出手的机会，他却并没有出手，这说明他压根就没打算偷袭楚风。而见白云清已经踏入，楚风也是紧跟着踏入了其中。刚刚穿过大门，楚风便进入了一座恢宏的宫殿内。这座宫殿非常的大，且整座大殿都充斥着极为浑厚的结界之力。这是一座大殿，也是一座大阵，这幻象阵法够逼真的。楚风对女王大人说道，可是却并没有得到女王大人的回应。女王大人居然无法说话，被隔绝了吗？这幻象阵法居然隔断了我与蛋蛋的联系。楚风尝试进入界灵空间，发现竟然也进不去了，这让楚风心生不妙。这座幻象阵法比他预想的还要强大得多。嘎吱！就在此时，那大殿的大门打开了，紧接着走进来多位强大的界灵师，那全部都是真龙界灵师，并且哪怕在真龙界灵师之中，他们也是境界很高的那种。而楚风注意到，他们的腰间都挂着一个相同的令牌，七界圣府，居然是七界圣府的人。这幻象阵是能触碰到我的心魔，故意为我安排的这么一出吗？楚风内心笑了笑，幻象阵楚风见过很多了，但这都是假的，为的就是迷惑自己，使得楚风进入陷阱罢了。所以楚风只要坚定这一点，提醒自己这是假的，就可以避免掉较多的风险。而很快又有一道身影走了进来，这是一名女子，身姿非常好看，气质更是超然，只不过她的脸被蒙住了。可虽然看不到她的脸，但是当她出现的那一刻，楚风的心中便涌现出了一种别样的感情。母亲，难道是我母亲？楚风直接施展天眼，想要看清那女子模样，可却依然看不到。他的天眼没有任何效果，怎么回事？天眼无效之下，楚风越发焦急起来，尤其是他发现他母亲的手腕被捆绑住了特殊的锁链。楚风尝试向前踏出了一步，叽叽，可这一步刚刚踏出，地表钻出多条血红色的虫子，那虫子本如蚯蚓一般，只不过比寻常的蚯蚓大得多。可是此时竟忽然张开嘴巴，大嘴之内是血红的牙齿，随后狠狠地咬向了楚风的腿。楚风赶忙布置防御结界，覆盖住了自己的腿，可是无用，那些虫子直接将楚风的阵法咬碎，最终咬到了楚风。妈的，果然是陷阱！楚风不敢继续前行，这种疼痛是楚风能够承受的，可换做其他人必定痛不欲生。不过还在，那虫子只是咬了楚风一口，便缩回到了地面之中。见状，楚风也是不敢再向前走去，只能乖乖地站在原地，然后看着眼前所正在发生的一切。此时，那大殿内竟出现一座高台，高塔内阵法涌动，而楚风母亲则是走到了那高台旁边。接下来又有一道身影走了进来，此人进入，在场所有界灵师都是施以跪拜大礼。此人周身光芒流转，楚风也是看不清他的模样，但能感觉到此人极强，非常强的那一种。你若现在反悔，还来得及。老者对那可能是楚风母亲的女子说道：父亲，您太不了解我了，我决定的事不会改变，你想让我交出什么，拿走便是。女子说话间便主动躺在了那高台之上，她这一躺下去，顿时光芒涌动，那光芒自高台而起，四下延伸，很快整座大殿都被那阵法光芒覆盖。这座大殿，这座大阵已然彻底运转。按理来说，这种情况下楚风的目光也将受限，但可能是因为幻象阵法有意想让楚风看清殿内的事情，所他仍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什么阵法？七界圣府竟有这种邪门歪道？楚风能够凭借直觉察觉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阵法，本是邪门歪道才会使用的阵法。而现在楚风几乎确定，这女子就是自己的母亲。七界圣府要对自己的母亲做什么？为了那样一个外人，值得吗？你居然还给那种无名小辈生下一子，你真的丢尽了我七界圣府的脸。早知如此，我当初就不该栽培你。此时，那光芒流转的老者则是暴怒的咆哮起来，他不是外人，他更不是无名小辈，他全天下唯一一个值得我托付的人。父亲，你总有一日会知道，你女儿的选择是正确的。楚风的母亲说道。冥顽不灵，动手！老者此话落下，那围在楚风母亲周围的界灵师竟皆是拿出一把血红色的匕首，那匕首诡异至极。你们要做什么？见此一幕，楚风怒声咆哮，说话间便要踏出去，但是他还是停住了。他知道这是假的，若是跑过去，等待他的将是万丈深渊。可恶！可是明知道这是假的，楚风还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是自己的母亲，自己的母亲即将遭受酷刑，可是自己却没有任何办法。府主大人，真的要这样做吗？虽然拿出了血红的匕首，可是那些界灵师还是对老者询问起来。做，若不是有我与他母亲，他也不可能获得王之血脉。他既不遵从我七界圣府的规矩，那就应当将他的血脉剥离，给予更配拥有这王之血脉之人。那老者说道。剥夺血脉，这一世是要剥夺我母亲的王之血脉。楚风眼中怒火涌动，而眼见着那些人将手中匕首举起，匕首更是散发出了血红色的诡异光芒，那是阵法力量。这是假的，楚风，这是假的，是幻象阵法在迷惑你。楚风不停地劝着自己，可是无论怎么劝，他就是过不了心里那一刻。那是自己的母亲，至少在这阵法之内，那是自己的母亲。楚风不是不冷静的人，可是他就是无法做到视而不见。于是楚风猛然抬头，再度看向了他母亲所在的祭坛。你们这群混账，离我母亲远一点！
楚风说话间便直接御空而起，手握兵刃，向其母亲所在的祭坛飞掠而去。楚风手中长剑直接挥向了距离自己最近之人的头颅，可是，一剑砍下，那人竟然化作一缕气焰消散。不仅仅那位消散，楚风的母亲、祭台以及所有人都消散了。这座大殿内，转眼间就只剩下了楚风一个人。就在此时，楚风身后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回头观望，楚风一阵后怕，在他刚刚所站立的区域出现了起码数万条血红色的虫子，并且每一条都比先前咬自己的要粗大10倍。原来是这样，我擦，好险！楚风明白了，原来这个幻象阵就是不能忍。是啊，忍对于人来说其实挺容易的，尤其是知道这是假的前提下，只要狠下心都是可以忍的。相反，若是拥有不忍的理由，从而便真的不忍，明知凶险还是踏入，这才是更需要胆量也更难做到的事情。幸亏楚风没有忍，而是选择遵从内心出手。如若不然，此时楚风可就要被那些虫子啃咬了，那恐怕连楚风都要痛得哀嚎连连，甚至有生命危险吧。下一刻，整座大殿都化作气焰消散而去。楚风发现，他就只是在一个黑暗的岩洞之中。楚风，你怎么样？忽然，一道声音响起，是女王大人。淡淡，我没事。楚风赶忙说道：“你真的没事吗？刚刚的是假的，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女王大人说道：“刚刚的幻象你看得到？”楚风问：“我看得到，只是我刚刚没办法与你交谈。”女王大人道：“这幻象阵法还真是有点厉害。”楚风笑道：“他是故意笑的，他不想让女王大人担心，因为被女王大人猜中了。”楚风确实有点被刚刚的幻象阵法影响，尽管知道那是假的，可他的母亲的确被7届圣府囚禁了，就算没有被剥夺血脉，他母亲过得也不会太好吧。此时，楚风心中有点改变想法了。本来他想强大之后再去7届圣府，可是楚风现在就有点想去7届圣府看一看了。他想确定他的母亲是否安然。那个白云清呢？女王大人问道。对哦，白云清呢？楚风发现这周围并没有看到白云清，因为岩洞有隔绝感应力的原因，他的观察也是受限，所以只能向岩洞深处找寻。走了一段距离之后，楚风发现前方的岩洞中有一个人趴在地上，正是白云清。他居然在趴着行走，一边爬行还一边念念有词：“父亲、母亲，你们别离开我，不要离开我好不好？云清不是怪物，我真的不是怪物啊！”楚风听到这话，知道白云清肯定也是被困于幻象阵法之内了。楚风走上前去，发现白云清竟也是哭得泪流满面，大鼻涕都流了不少，这可不是装的，这真是发自内心的伤心和难过了。父亲、母亲，你们不要走，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母亲，我以后一定乖，我再也不和人打架了，您不要丢下我。白云清依旧一边爬行一边哭着挽留，看着他此时爬行的动作，楚风的内心忽然感觉被触动了。这爬行的动作不像是正常的，而更像是一个受了伤的小孩子，并且是很重的伤。白云清经历过什么？楚风内心感叹。楚风很想帮帮他，只是他知道没有办法帮，这幻象阵法很强，只能他自己来破解。可忽然，白云清不再哀嚎了，而是抬起头看着楚风，二人四目相对。醒了？楚风问。啊，白云清点了点头，擦一擦脸吧。楚风递给白云清一条手帕，可能是刚刚有了不同的经历，还没有从那种心境中缓过神来，白云清竟变得柔和了许多。他爬起身来，接过手帕，蜷缩在岩洞角落，慢慢的擦拭自己脸上的泪水与鼻涕。此时他的情绪仍非常低落。你听到了？忽然，白云清抬头看向楚风。啊，我也是刚刚破阵，听到了一些。楚风道。又让你见笑了，我白云清的污点都被你发现了。白云清苦笑着摇了摇头，他感觉很是丢脸。这不算污点，我的父母也是从小就将我丢下了。楚风说道。你也被遗弃了？白云清抬头看向楚风。我不算被遗弃，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不知你的父母是不是也是如此？楚风道。不，我可不是被保护，我就是被抛弃了。那一日我永远都会记得，最好不要让我找到他们，不然我一定宰了他们。白云清说话间便站起身来，失落的表情被凶狠所取代。这阵法好像没有彻底破解，我们继续破阵。话罢，白云清向岩洞深处走去。见状，楚风也是跟了过去，顺着岩洞继续前行。前方的岩洞变得越来越宽，很快有阵阵风声响起，风声越来越强，甚至隐隐间有吸力涌现。别大意，前面有很厉害的阵法。楚风看向白云清，放心吧，你以为我是谁？我可是图腾龙族克钦大长老的弟子白云清，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白云清对楚风道。很显然，这个家伙刚刚幻象阵法内的情绪已经消散，所以再度恢复了往日狂妄的德行。楚风，情况不妙吗？女王大人有些担心的问。是很强力的阵法，只是这岩洞有隔绝作用，我看不穿，要靠近之后才能看到。楚风说道。天师浮尘也没用？女王大人问。没用，天师浮尘不愿意在此地给我指引，要靠自己。不过蛋蛋不用担心，这种阵法难不住我。楚风说道。随后，楚风与白云清便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那吸力越来越强，若不是他们修为足够强的话，必然会被直接卷进去，并且不仅是吸力强那么简单，他们还在那恐怖的吸力中感受到了杀意，稍有不慎会死在这里。别走了，要在这里进行判断，然后布阵，如若不然会被卷进去。楚风对白云清道。这里怎么判断？怎么布阵？还什么都看不到啊。白云清说道。信我的，就别走，由我来判断。楚风说话间把手掌放在了岩壁之上，随后也将耳朵贴在了岩壁之上。既然感应力无用，他就凭借另外的方法进行判断。前方有深渊，深渊内有阵法，吸力从那阵法而来，我们若想过去，需要布置能够抗住这吸力的阵法。这阵法要足够稳定，并且还要有对抗性，因为深渊内的吸力会非常的强。楚风对白云清说完此话，便开始布置阵法。就这么简单？白云清问。就这么简单。楚风一边布置阵法一边说道。他说话的时候多没有抬头，他只想尽快布置阵法，尽快度过这一关。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还是要自己搞清楚。白云清说话间便向前走去，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要过去也可以，先做好一道
可散去吸力的阵法。楚风抬头提醒，对于楚风的这个建议，白云清倒是接受了，果然布置了一道可以散去吸力的阵法。但是这吸力太强了，他随手布置的阵法只能减缓吸力，却不能完全无视吸力。可白云清仍是向岩洞深处行去，楚风也不再管他，而是继续专注的布置阵法。呀，楚风大哥救我！可突然之间，那岩洞深处传来了白云清的求救。楚风，别管他！见状，女王大人立刻提醒，但楚风还是催动自己布置的阵法，快速的岩洞飞跃而去。果然，很快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渊，深渊之内滔天的吸力非常恐怖，而白云清已经被挂在了深渊的墙壁之上。幸亏他身上有守护至宝，如若不然，恐怕已经被卷入下方的阵法之内了。楚风大哥，快救我！白云清急的双眼都湿润了，他是真的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若是真的掉入深渊，他必死无疑。最主要的是，他很清楚，他那守护至宝坚持不了太久，这样下去，他迟早是要被卷入那深渊之内的。楚风咬了咬牙，先是在自己的阵法内添加了一道阵眼，随后全力催动阵法，掠向了白云清。当楚风抓住白云清拖入阵法之后，楚风这座阵法也开始左右摇晃，缓慢地向深渊坠落。虽然楚风的阵法在顽强抵抗，他也在全力催动阵法，但是那吸力太强了，根本无法阻挡阵法的坠落。愣着干嘛？催动阵法！楚风对白云清说道。他添加的阵眼就是为白云清准备的，他知道下来救白云清有些危险，但若是白云清帮他催动阵法，是完全可以离开的。好，白云清真的是被吓到了。楚风不催促他都没有想到要帮助楚风催动阵法这件事。楚风，你是个好人，我一定不会连累你。白云清说话间，一口气取出10颗丹药，楚风一眼就看出这是什么样的丹药，可白云清却丝毫没有迟疑，而是一口气全部服下。丹药入口，白云清的体内便爆发出强大的结界之力。此时的他宛如换了一个人一般，在他们联手催动之下，楚风这阵法不仅不再继续下落，反而是开始向上升起。没过多久，楚风这阵法便成功来到深渊上方，且也进入了对面的岩洞之中。楚风仍然没有停留，而是催动阵法继续向前行去，直到楚风觉得深渊的吸力不会影响他们之后，楚风才停下。楚风从阵法走出，也是瘫坐在地，气喘吁吁。那吸力太了，楚风催动阵法也是消耗极大。可相比于楚风，那白云清则是更惨，他直接趴在了地上，动弹不得，脸上尽是痛苦表情。之所以会如此，乃是因为他刚刚吞服的丹药，那类似于戒灵师使用的禁药。那丹药短时间内可以增强戒灵师的结界之力，但事后会遭受反噬。虽说白云清所服的丹药反噬力量没那么狂暴，可是他毕竟一口气吞服了10颗，此时也是承受着不小的反噬之苦。你没事吧？楚风问。我没事。白云清用颤抖的手又从乾坤袋内取出多颗丹药塞入口中，那都是缓解反噬之痛的药。但很快他将目光投向楚风的阵法，他早就察觉不对，但先前事态紧急，他没有机会确定，现在他想确定一下。而这仔细一看，他的瞳孔则是猛然一缩，神情有了极大的变化。他看出来了，楚风的阵法没有布置完整，是尚未完全的状态。这样的阵法需要极强的操控力才能催动，可哪怕如此，还是会有意外发生。但楚风完全有能力将它布置完整，为何没有？必然是因为要救他，而楚风明明给予提醒过他了，是他不听楚风的，非要近距离去观察，才被那吸力卷入其中。这种情况下，楚风居然还冒着危险去救他，你为何还要救我？白云清看向楚风，问出了楚风心中不解。楚风看向白云清，其实这个问题他刚刚也问了自己，为何要救白云清？楚风还是有着一定自信的，哪怕阵法尚未完整，他也有把握催动阵法飞过深渊。本来只是想去看看，若是能救他便救，可若是有危险，他自然不会救。但他也没想到，在确定救白云清会有危险的情况下，在本该放弃救援的情况下，他的脑海里还是浮现出了要救白云清的念头。楚风也不解，刚刚也问了自己，而他找到了答案。白云清没那么坏，乃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还是白云清被父母抛下的经历，以及他拖着负伤身躯祈求父母不要离开的举动，触动到了楚风，让楚风对其心生同情。但楚风没有如实说，而是咧嘴一笑，你不是认我做大哥了吗？哪有大哥对小弟见死不救的？听闻此话，白云清先是一愣，随后竟扑通跪在了楚风面前。他高傲自负的白云清竟对楚风施以跪拜大礼。楚风，我错了，不管之前恩怨如何，不管你我年龄差距，不管你我是何身份，从今日起，你楚风就是我白云清的大哥。白云清低头道，行了，你还在承受反噬之苦，休息一下吧，接下来的交给我。楚风此话说完，便继续向岩洞深处走去，毕竟考核还在继续，而他们之前已经耽搁不少时间，后面还是要抓紧的。楚风，这个白云清看你的眼神变了，是被你驯服了。女王大人道，不能说驯服吧，他本性不坏，只是做人傲慢了一些。楚风道，那可不一定，反正本女王提前说好，他若是真心与你交好也就罢了，若是再敢耍花样，那本女王可是要对他不客气的。女王大人道，行，女王大人想怎么处置他都行，女王大人最大。楚风笑嘻嘻的道，切，少在这里拍马屁。女王大人撇了撇嘴，他是了解楚风的，若是真的为敌，那反而简单。楚风对敌人向来不会心慈手软，女王大人最怕的就是楚风结交朋友，因为楚风对朋友那也是真的是可以两肋插刀的主。在女王大人来看，有时候相比于敌人，朋友更会让楚风陷入危险。此时楚风顺着岩洞继续前行，没过多久便走到了岩洞的尽头，他们已经没有前路可走，但是岩洞尽头的岩壁上却有着诸多复杂的结界符咒，这结界符咒内所蕴藏着一些信息，一种是隐藏较浅的信息，这是2种破阵方法，一种是简单的破阵，可以让消失的结界门出现，直接离开此地。第2种较难，但这种方法破阵成功，不仅可以让结界门恢复，从而离开此地，更是可以让一同进入此处的古界小辈获得好处，甚至楚风与白云清也可领悟一些在结界之术方面力量，这对于他们结界之术方面
会有一些新的领悟。但楚风还发现此处蕴藏更深层次的信息，破阵的信息用的是界灵师的手段，但是这更深层次的信息并不是用界灵师的手段参悟的，而是需要用自身的悟性。这个那信息太深，楚风无法完全参透，但那信息给人的感觉是2个字：危险。危险？哪里危险？是岩洞危险，还是古界危险？这就像是一种信号，一种警示，这让楚风不免想起了他父亲当年的离开。难道是他父亲当年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危险的信号，所以便直接放弃了后面的考核？楚风想了一下，还是将此事告诉了女王大人。讲述他的发现后，楚风对蛋蛋问道：蛋蛋，你怎么看？你是觉得你父亲也感受到了这种危险的信息，所以才离开了？女王大人问。不确定，只是猜测。楚风道：那你也想退出吗？女王大人问。我觉得我父亲退出必有缘由，但是我又想夺得那2颗半神级圣殿珠。楚风有些犹豫，于是问蛋蛋：你觉得我该怎么做？楚风：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行事风格，你不应该受你父亲影响。我建议你排除掉你父亲出现过这件事，然后再根据当下情况，按照你自己的思路来决定。女王大人道：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肯定是继续。楚风道：那便继续啊，怕什么？你身上不是有图腾龙族的守护令牌？抛开这个令牌不说，还有你父亲留下的守护阵法吗？就算那图腾龙族的令牌无用，就算你体内也没有守护阵法，也完全不用怕。还有本女王呢，本女王护着你。女王大人信誓旦旦的道：好，那就干。楚风决定之后，便立刻按照所领悟的方法进行破阵。没过多久，阵法完毕，其力量便涌入地宫。此时，整个地宫都微微摇晃起来，传送之力更是包裹楚风，将楚风传送到了古界众小辈所在的位置。而楚风刚回来，又有一股传送之力浮现，是白云清，他也被传送到了这里。大哥，咋回事？白云清此时的状态好了很多，但却对于此时发生的事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明明之前还在疗伤，怎么突然就回到了这里？不只是他，古界众小辈也满脸疑问。就在此时，四周的岩壁剧烈颤动，一股特殊的力量浮现而出。楚风与白云清还好，可是古界众小辈感受到那股力量后，顿时脸色大变。楚风少侠，救我们！古界众小辈赶忙跑到了楚风的周围，想寻求楚风的庇护。他们在那股力量中感受到了会对他们血脉造成破坏的力量。别怕，这是对你们血脉有利的力量。楚风道：不会吧？楚风少侠，这会是有利的力量？我们怎么感觉到的是相反的呢？然而对此，他们却有些难以置信，毕竟他们所感受到的乃是威胁，是会造成伤害的。相信我，你们现在盘坐下，将这股力量当作修炼资源去修炼。楚风说道。虽然半信半疑，可还是有人照做，是那个赖甜甜。而他尝试之后，顿时面色转喜。楚风少侠说的是真的，真的可以修炼。快快快，你们一起！赖甜甜对众人道。若只是口空无凭，人们还会犹豫，可是偏偏此时他的周身有一重淡淡的金色光芒浮现，那光芒散发的乃是柔和的血脉气息。见此情形，其他人才赶忙照做，随后皆是面露喜色。亲身尝试之后，更加确定楚风没有欺骗他们。你也别愣着，用心感受这股力量之中暗藏着结界之术的力量，对我们结界之术的修炼也有一些帮助。楚风对白云清说完此话，便是闭上眼眸，他没有坐下，但却也在用心感悟。而白云清也是赶忙照做，直到这股力量彻底消散，所有人同时睁开眼眸。我擦，大哥，这都是你做的吧？是不是你破了阵法，所以我们才能得到这种好处？白云清惊喜地看向楚风，因为刚刚他的确领悟到了一些结界力量，虽然不多，但这白捡来的好处却最令人欢喜。对此，楚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笑着看向古界众小辈，发现他们身上都已经浮现了金色光芒，看来收获不错。楚风笑道：多谢楚风少侠。此时，古界众小辈同时施礼，他们也都明白，突然间出现的好处必然是楚风所为。既然跟了我楚风，自然不会让你们白跑一趟，能得到的好处会尽量帮你们得到。既然好处得到了，咱们也该走了，不然我和白云清的考核可就要泡汤了。楚风说话间便向来时的方向返回，众人也没什么都没说，便直接跟着楚风。他们现在对楚风已经非常相信，可谓言听计从，就连白云清也不例外。既然楚风向回走，那他们就跟着。而事实上，楚风往回走，就是因为他知道那来时消失的结界门已经恢复，想要离开也只能从那道结界门离开。此时，广场之上，清月神殿的周东、苍穹仙宗的秦书，还有丹道仙宗的贾成英都已经回来了。而值得一提的是，跟随周东以及贾成英一队的古界小辈，身上都散发着白色光华，那正是古界的血脉力量，是得到了好处的标志。对比之下，秦书的脸色有些难堪，因为跟着他一同进入地宫的古界小辈，什么都好处都没得到，但也没办法。秦书不擅长结界之术，正常来说，他能通过考核就已是不易，只是眼前的对比却显得他很弱，这自然让他的脸上有些挂不住。楚风少侠还没出来吗？真想知道跟随楚风少侠的人会得到怎样的好处啊？有小辈询问。好处真是可笑，你们可以看一看时间，别说好处，你的楚风少侠可能连考核都无法通过了。贾成英讽刺地说道。而他此话一出，许多人才注意到，再过一炷香的时间，那考核时间就到了。楚风若再不出来，可真的是要被淘汰的。而就在此时，楚风等人所在的结界门蠕动开来，随后楚风等人依次走出。楚风出来的时候，贾成英就已是不爽，因为再过哪怕一炷香的时间，楚风都要被淘汰，可偏偏楚风居然顺利出来了。但接下来他的脸色更加不好了。只见跟在楚风身后的古界小辈身上都散发着金色光华，哪怕是他们这些外人也能感受到跟随楚风出来的古界小辈身上的血脉之力非同小可。此时，古界首领以及众位长老都是目光变化，而众位小辈更是双眼放光，满脸羡慕。我他娘的，真是有机会把握不住，就差一点我就能跟随楚风少侠了，我怎么跑得这么慢？贾成英身后传来了一个小辈遗憾的声音，他正在因为没能跟随楚风而遗憾，这让贾成英目露寒意，心想我都让你得到好处了，
你居然说这种话，这不是打我脸吗？可接下来伴随一道声音的响起，更是让贾成英的眼珠子没气掉了。楚风大哥，时间来得及吧？我们通过考核了吧？白云清最后一个走出来的，笑盈盈的对楚风问道。他这样的表现，莫说贾成英，就连其他人都是感到意外。白云清不是看楚风不爽吗？怎么一场考核下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跟个狗腿子似的？而白云清也根本不在乎他人看法，哪怕考核结束，也是跟在楚风身后，一口个大哥，叫的那叫一个亲切。就连站在场外没有参加此次考核的白发女子，也是目露诧异，这家伙是吃错药了不成？真是没有想到，这种考核几位少侠都能全部通过，这种场面可着实少见啊！由此可见，诸位少侠的实力都是非同一般。既然如此，我宣布，明日便是最终考核，明日小白姑娘也会参加，而明日的考核，你们将被分为2组。至于如何分组，你们自行决定。诸位小友先回去休息，也可以私下聊一聊，明日与谁结伴同行。记住，每组3个人。古界首领说道。此时，贾成英向白云清走来，他之前与白云清那般交好，此时看白云清跟在楚风身后，可谓非常不爽。但不爽归不爽，考虑到联手这件事，他也觉得白云清是最佳选择。毕竟白云清的结界之术可是不弱。白兄，你与我一组吧。贾成英道。多谢贾兄好意，不过我想与我大哥一组。白云清说道。听到此话，贾成英瞬间如石化了一般，白云清竟拒绝了他，只是一个考核的时间，白云清与楚风的关系竟超越了他，他无法接受。但也正因无法接受，接下来白云清的话更是让他感觉心肝脾肾肺都快被气炸开。白云清看向楚风，楚风大哥，我可以跟你一组吗？他问这话的时候，竟然还是请求的语气。你当然要跟我一组。楚风说完此话，还特意看了贾成英一眼，发现贾成英脸色煞白，这是真的被气得不轻。可楚风内心那叫一个舒畅。随后，楚风走向白发女子，白姑娘，与我同组吧。白发女子没有说话，但却微微点头，随后便转身离去。既然如此，周东少侠、秦书少侠、贾成英少侠，你们便只能一组了。古界首领说道。首领大人，你这是何意？我们明明是强强联合，怎么被你说的我们好像是没人要，被硬凑在了一起一般？贾成英很是不爽地说道。此时他憋了一肚子的火，无处发泄下，竟胆敢找首领大人麻烦。古界首领也不生气，而是笑道。贾少侠莫要误会，我可没有此意，你们当然是强强联合，不过楚风少侠那一组也同样是强强联合呀。好好休息吧，期待你们接下来的表现。古界首领此话说完，便也转身离去。见此情形，贾成英被气得都快喘不上气，不仅古界向着楚风，居然连白云清都跟了楚风，他贾成英何时受过这样的委屈？妈的，楚风，你给我等着，最终考核我绝对要你好看。贾成英于心中暗暗发誓。深夜，贾成英悄悄来到了白云清所在的宫殿内，他还是想搞清楚事情的经过。白兄，我不解，你为何称那楚风为大哥？他什么身份？他配吗？你居然还跟他组队，而拒绝我？贾成英开门见山，直接说出了自己的不满。是这样的，贾兄，考核的时候，那楚风救了我一命，所以我才如此的。贾兄，我叫他大哥，那完全是装的，咱们才是好兄弟。白云清笑着说道。白兄，你此话当真？在你心里，我才是你的好兄弟。贾成英紧紧地凝视白云清，目露狐疑。这还用说吗？白云清则是一脸肯定。所以你故意叫他大哥，且与他组队，你的目的是坑害他？贾成英问。那是必然啊，不然我干嘛与他组队？贾兄，难道你忘了天赋测试他带给我们的耻辱了？此仇岂能不报？白云清信誓旦旦的道。当然不会忘记，哈哈，真不愧是我的白兄，我就说嘛，你怎么可能臣服于那楚风？其实我也早就猜到，你与那楚风组队，可能是要对付那楚风。既是如此，那我也就实话实说了，其实我今日来找你，就是为了助你一臂之力的。贾成英说话间，将一个玉瓶递给了白云清。白云清接过玉瓶，眉头皱了皱。贾兄，你让我直接毒死那楚风，这不妥吧？白云清又不傻，第一时间便想到这是一种毒药。放心吧，白兄，不是毒死他，只是服用之后会让他丧失修为与结界之力，直接毒死他，未免太便宜他了。等离开古界，我慢慢陪他玩，我会让他知道，离开古界，没了古界这群蠢货的庇护，他楚风什么都不是。我会让他清楚我贾成英的厉害。贾成英话到此处，脸色变得无比阴沉，他对楚风的憎恨已是展现的淋漓极致，那我也要有机会给他服用才行。我总不能直接把这个给他，就让他喝掉吧。你是不知道，那楚风其实很聪明，他对我还是有所防范的。白云清皱着眉头，哈哈。听闻此话，贾成英则是得意的一笑，这才道，这可是我丹道仙宗的秘宝，寻常的宗门之人都不知道此物的存在。此秘宝在我司徒界灵门都是非常贵重的，我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搞到了这么一点。这是一种服用之后可以短时间内增强结界之术的毒药，所以它的伪装很强，基本很难发觉它是毒药。白兄若是不信，你可以自己观察一下。听闻此话，白云清也是赶忙打开瓶子，发现他的观察之下，瓶子内的东西竟真的是增强结界之术的好东西，根本发现不到毒药的成分。怎么样，没骗你吧？你们破阵之时，只要将此物取出，说可以增强结界之术，楚风一定会服下。贾成英道，这可真是太好了，贾兄有此物在手，这最终考核楚风绝对别想通过。白云清大笑起来，白兄，这就是我的目的，让那楚风无法通过考核，让古界对他寄予厚望的人对其失望，让楚风颜面尽失。但你记住，千万别杀这楚风，留他一条狗命，我要慢慢陪他玩，区区最强5尊而已，真以为能与我贾成英一较高下？我会让他感受到绝望。贾成英话到此处，一脸阴险，而白云清也是露出一副卑鄙的笑容，二人此时互望大笑，宛如同类。次日，还是那座广场之上，楚风等人以及古界众人再度汇集于此，而此时广场之上出现了2道结界门。诸位少侠，此乃此次古界最终考核，关于此次考核，我只知道
需要你们分为2组，但考核过程你们会面临什么？其实我也不知晓，我唯一知晓的是，最终能够成为考核胜者的只有1个，而此人可以得到2颗半神级圣殿珠。虽说最终胜者只有1个，但我个人觉得你们还是要相互帮助，莫要因为考核奖励便互相敌视，还是要尽量合作，不然可能会得不偿失。最后，这次考核没有时间限制，但能够通过最终考核的人，一定是最有本事的。就让我来看一看6位少侠究竟谁才是最强之人。古界首领此话说完，楚风2组便各选一道结界门踏入其中，而当他们踏入之后，古界首领则是率领众位长老立刻进入了大殿之中。此时大殿的地上有着一片小水池，但其实那是一道结界门，只不过这道结界门不是竖立的，而是横躺在了地上，宛如与地面融为了一体。但道结界门所散发的气息却与楚风等人进入的结界门一模一样。而当他们进入大殿，关闭殿门之后，那地上的结界门便立刻有了反应，一块巨大的石碑缓缓地从那结界门内升起。此时古界首领以及诸位长老目光都放在了那石碑之上，虽说那石碑乃是空白的，上面什么都没有，可他们的脸上却都浮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期待，既紧张又兴奋。他们身为古界之人，知道这石碑代表着什么。当这石碑出现文字的时候，那提示将改变他古界之人的命运。与此同时，楚风、白云清、白发女子3人在岩洞之中快速前行。这岩洞与楚风之前与白云清之前考核所在的岩洞很像，可阻隔感应力，所以想弄清楚情况，只能在观察的同时不停的前行。终于，岩洞前方出现了一座大殿，隐隐间也能看到大殿尽头处有着一道大门，那大门上刻满了结界符咒，必然是一种考验。但究竟是怎样的考验，还要进入大殿仔细观察才行。于是3人加快步伐，终于走入了大殿之内。可进入大殿，3人齐刷刷的将目光看向了自己的右侧，大殿的右侧还有一个岩洞。而此时一阵脚步声响起，很快又有3道身影出现在了大殿之内，正是周东、秦书以及贾成英3人。我擦，所以我们是要一起考核，那干嘛还要从2个结界门进入，又干嘛分成2组？白云清直接说出了心中不解。白发女子没有说话，却默默走到了楚风身前，将楚风挡在了身后。她是注意到了周东以及秦书眼中的含义。白发女子明明什么都没说，就只是站在楚风身前，但却也被贾成英注意到。白姑娘这是何意？难道想动手不成？你就算能够勉强胜我，但未必能够胜得过这2位。贾成英道：勉强。白发女子冷漠地看向贾成英，如同看待傻子。但就在此时，楚风却是开口：诸位首领前辈，将我们分为2组，必然有分为2组的道理。而这场考核让我们相遇，也必然有让我们相遇的缘由。我觉得此阵需要我们合力来破，所以要争要抢，也不是现在就要开始的。楚风说道。楚风，你是不是怕了？贾成英笑眯眯地说道。可楚风还未说话，白发女子直接释放出威压，4品半神，她是在警告对方，他们并不怕。而感受到白发女子的气息，楚风倒是还好，但是白云清却是大为吃惊，这个修为可是超出他的意料的。毕竟图腾天河最强天才龙成宇闭关之前也只是3品半神，只论闭关前的龙成宇，这白发女子甚至还要在龙成宇之上。实际上就连清月神殿的周东以及苍穹仙宗的秦书也是对白发女子刮目相看，真是想不到姑娘竟有如此修为，不知来自何门何派。秦书问。白发女子没有回答，但秦书倒也不介意，而是笑道：姑娘，不如弃暗投明，跟我们一起吧。她竟当着楚风的面挖墙脚，只是对于秦书的邀请，白发女子却冷冷地说出了3个字：你不配。听闻此话，秦书的脸色也顿时就变了。你以为只有你是4品半神，这里可不止你一个天才。话罢，秦书也是释放出他的威压，同样是4品半神。而见此情形，白发女子依旧没有说话，只见其周身释放出一重红色气焰，其修为立刻从4品半神提升到了5品半神。但紧接着其身上又浮现一重蓝色气焰，修为再度提升，紧接着又浮现一重紫色气焰，红紫2重气焰交织之下，不仅散发着诡异气息，其修为更是来到了6品半神的地步。他原来也能在半神境提升2品修为。贾成英变得尴尬，他曾与白发女子交过手，可是那一战他败了。他败的时候，白发女子提升了1重修为，所以他很是不甘。可今日他才知道，原来白发女子可以提升2重修为，这让他意识到，同样可以在半神境提升2重修为，可却是3品半神的他，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战胜白发女子的。小白姑娘好是厉害啊！是秦某唐突了。感受着白发女子此时的力量，原本想较量一番的秦书竟收起了自己的威压，只是对于他的行为，楚风却是眉头微皱。他发现秦书并未害怕，既未害怕，却是认怂，多半有诈。楚风，小白姑娘有些不对劲。女王大人道：哪里不对劲？楚风问。小白姑娘施展那提升修为的气焰，好像是禁忌玄功，可是这种级别的天才，自身的血脉之力不会弱，她为何不开发自己的血脉，反而修炼禁忌玄功呢？女王大人问。楚风倒也觉得女王大人说的有道理，可关于白发女子的事，楚风不想过多猜测，于是道：应该有她的理由吧。随后楚风看向了周东、秦书、贾成英3人，到底要不要联手？若是不联手，便各破各的。楚风再度对他们开口，语气也是变得冰冷了。他提议联手，是觉得他们应该联手，可若是对方不给这个面子，楚风也不会对他们客气。你刚刚的话不完全对，我们的确需要合力破阵，没错，这样破阵的速度会更快一些，但这阵法之内暗藏一些线索，这线索对于后面的考核会有帮助，而这线索能够得到多少，则是看个人本领，所以我们还是竞争关系。此时那沉默寡言的周东开口了：那你是何意？现在就要动手？楚风问。那倒不至于，我也觉得既然古界将我们分为2组，就必然有他们的理由，咱们的确没有必要在这里就交手，若是在这里便淘汰了一些人，这可能对我们接下来的考核不利。而此处破阵有4个阵眼，这样
我们各自出来2个界灵师进行破阵，至于能够得到多少线索，则是看各自的本领。周东道，我觉得可以。楚风也表示同意，他现在是倾向于联手的。之所以如此，倒不是怕对方，也不是担心自己无法破阵，而是因为楚风现在还没有突破半神，若是现在交手，他害怕吃亏。毕竟秦书已经展现了一定实力，那周东必然也不容小觑。他们2个都是顶级天才，是凌驾于白云清与贾成英之上的。至于白云清的实力，他清楚，若真的交手，就只能靠小白姑娘，而他不想让小白姑娘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现在联手则是最好的选择。大哥，我与你一起。此时，白云清自告奋勇地来到楚风身前，白姑娘，你觉得呢？楚风看向白发女子，他对白发女子并不了解，只知道她很强，却不知道她是否擅长结界之术，所以还是想得到白发女子的意见。毕竟现在他们3人是一个团体，他不能自己擅自做出决定。我不擅长结界之术，破阵就交给你们。白发女子此话是暗中传音，只对楚风一个人，他直接交代了自己不擅长结界之术这件事，乃是表达对楚风的信任。于是楚风对白云清道：“白兄，那就咱们2个破阵，听大哥安排。”白云清乖巧的，真的如同一个小弟。随后，楚风便与白云清一同走向了那座大门。刚刚靠近，2人前方的大地之上便有光满结界闪烁，乃是阵眼。而阵眼如周东所说，刚好4道。对此，楚风与白云清倒也并不意外，他们的观察力也都不弱，也早就发现了那大门上的奥秘。其实4个阵眼只是代表最多可以4个人来破，但并不是必须4个人才能破得开。不过这道大门的确有些难度，明显4个人来破效果更好。你们2个谁与我一起？周东看向秦书与贾成英，我结界之术并不擅长，就由贾兄与你一起吧。秦书道。见状，周东直接走向其中一道阵眼。对于周东在结界之术方面的实力，楚风是了解一些的，毕竟进入古界之前他就已经展现过。他与白云清一样，都是蓝龙神袍，而此时贾成英也是踏入阵眼位置，但他入阵之后便直接释放出结界之力，他竟也是蓝龙神袍。不过想来倒也正常，他毕竟是丹道仙宗的天才，丹道仙宗本来就有着许多强大的界灵师，只是没想到的是，贾成英却挑衅地看向了楚风。楚风，你来与我们一同破阵吗？你的结界之术够格吗？我大哥的实力可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可还不待楚风说话，白云清便抢着开口了。听闻此话，贾成英顿时眉头皱起，心想着白云清怎么还帮着楚风对他？可就在此时，白云清的暗中传音便映入他的耳帘：贾兄莫要生气，我是故意的，不然怎么获得楚风信赖？听到这暗中传音，贾成英那不爽的情绪立刻消散，反而看向楚风之时，不免多了几分同情，心想：楚风你看着得到了一个乖巧的小弟，实则这个小弟却是随时会捅你2刀。至于楚风，他根本不理会贾成英。楚风知道，对于这种跳梁小丑，废话没用，需要用实力来让他臣服。于是楚风将自己的结界之力释放而出。哟，居然是白龙神袍，不错嘛！最强5尊，原来也擅长结界之术啊！只是对于楚风的结界之术，贾成英却并没有放在眼里。不是他认为楚风不强，而是他的结界之术更强。而楚风依旧不理他，而是直接道：“开始吧！”话罢，楚风直接开始布阵。而楚风这一出手，在场除了白云清，所有人都是神色变化，尤其是那贾成英，更是感觉难以置信。因为楚风此时乃是在全力布阵，他所展现出的结界战力是堪比2品半神的逆天战力，并且是结界之术的逆天战力。对于他们这种天才来说，半神境拥有逆天战力乃是较为普遍的，毕竟凭借血脉提升修为，便已经等同是逆天战力。可是结界之术拥有逆天战力的，可就极为罕见了，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这家伙不简单啊！就连秦书也是不由眯起了双眼，对楚风有了全新的看法。而很快，楚风那阵法布置完成，楚风立刻催动阵法开始破阵。此时众人表情更是大惊，楚风破阵时所展现的威力竟然更强，丝毫不弱于蓝龙神袍。我他妈的没看错吧？这家伙是隐藏了实力吗？他不是白龙神袍，而是蓝龙神袍吧？贾成英直接大声问道。不，他就是白龙神袍。你知道我为何认他做大哥了吗？白云清微微一笑，旋即也是开始布阵。胡扯，这不可能！贾成英认真观察着楚风，不仅是他，周东也在认真观察，他们都不太相信白龙神袍能够布置出如此厉害的阵法。可无论怎么观察，他们都无法看出破绽。楚风好像就是白龙神袍，可他的结界战力却是堪比2品半神。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楚风还能够布置出堪比蓝龙神袍的阵法，以白龙之境界堪比蓝龙之阵法，这宛如天方夜谭。是真的吗？他没有伪装吗？秦书也是好奇的对周东与贾成英询问起来，原来他也在观察，只是他无法分辨，看不出破绽，不像是伪装的。周东道：真的假的？难道是真的吗？这种事情我只听闻7届圣府的那位可以，可是那位是什么人物？这楚风真的拥有此等天赋？秦书看向楚风的目光变了，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这个楚风竟并非他眼中的小喽啰，相反，很可能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界灵天才，罕见到可以震动整个浩瀚修武界那种。喂，能不能抓紧布阵？说好的联手，别只让我和我大哥出力啊！白云清催促起来。催什么催？我们可是真正的蓝龙神袍，不会比你大哥付出的少。贾成英虽然嘴上这样说，但也是开始布阵，就连周东也是开始布阵。可是真正布阵之后，他们的水平却显现出了差距，哪怕是身处局外的白发女子与秦书都能感受得到这4人布阵，但实力却可分为2个层次。白云清与贾成英相差不多，而楚风与周东则是更强一些，外人都能感受得到，贾成英自然也能感受得到，这让他很是不爽。咋回事？他真是白龙神袍？贾成英暗中传音对白云清问：真的是白龙神袍？白云清道：妈的，他竟妖孽至此，
小瞧他了。贾成英道：他越妖孽，我们击败他的时候，不越显得我们强吗？白云清暗中笑道：那倒也是。贾成英也是笑了笑，旋即道：白兄，这阵法之内暗藏的提示，你发现了吗？发现了，似乎很不简单，对于后续考核有着极大帮助。白云清道：不仅如此，这阵法内还暗藏着另外一个消息，后面完全可以各自为战，并不需要联手了。贾成英道：我也发现了。白云清道：贾兄，你知道那秦叔是什么人吗？贾成英问：他不是苍穹仙宗的天才吗？白云清道：他可不是寻常的天才。秦玄你知道吗？贾成英问：知道，当今苍穹仙宗第一天才，也是浩瀚修武界最强的天才之一。白云清道：这秦叔乃是秦玄亲弟弟。贾成英道：真的吗？白云清有些意外，这秦叔虽然实力不凡，可是在此之前他却并未听过秦叔的名号。但秦玄可就不一样了，真的乃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这是秦叔自己说的。他这种身份的人不可能说这种谎，他之前一直在苍穹仙宗之内修炼，就算外出也是偷偷进行，所以名声不大，但他的实力也是极强，再加上秦玄弟弟这个头衔的加持，他日后也必然会名声大噪。而那周东也很不简单，他乃是清月神殿殿主之子。清月神殿虽是邪门歪道，可多个朋友多条路嘛，连秦叔都不介意与周东交好，我们自然也没必要排斥那周东。贾成英道：贾兄，你说这些是何意？白云清问：我是想说，这两个人我们倒不是不能得罪，但还是最好不要得罪。而他们两个也与我说过了，让我协助他们通过最终考核，最终半神级圣殿珠，他们每人一个，但会额外给我们补偿，这补偿不会低于半神级圣殿珠的价值。我已经与他们打过招呼了，说了你是自己人，他们倒也大方，说若真是如此，也会额外给你一份补偿。所以现在我们的对手只有两个，一个是那个小白，一个便是楚风。本来想着若是真的需要联手，就先留着他们，可是现在既然阵法内已经给予提示，便需要在这里了结他们了。刚好这阵法后面不好破，等一下我找个机会提议休息，然后你就趁此机会把我提前给你的毒药拿出来。贾成英道：但那个叫小白的好像不好对付。白云清道：这你不用担心，我昨夜已经了解过了，这个周东还有那秦叔，没一个是好惹的主，他们的实力还要在你我之上，如若不然，我也不会心甘情愿的放弃最终考核的争夺，而选择辅助他们。所以他们联手的话，那小白根本不是他们对手。贾成英道：那周东与秦叔知道你的打算吗？白云清问：我们是一伙的，你觉得呢？贾成英问：那我知道了，不过楚风其实并不相信我，这样等一下我给你们也准备一份，你和那周东与秦叔沟通一下，让他们也喝了，免得楚风不相信我。白云清道：没问题。贾成英一口应下，随后贾成英以接下来是最终阶段，建议大家休息一下，而楚风等人也都接受了他这个提议。在休息快要结束的时候，白云清则是拿出了6个玉瓶，诸位，这是我师尊给我的秘宝，服下之后不仅在短时间内可增强结界之术，对灵魂也是会有帮助，见者有份，咱们一人一个。白云清说话间便将那玉瓶一一递给了楚风等人，只是到白发女子的时候，白发女子却是拒绝了，我不需要。小白姑娘不会连自己的队友都信不过吧？贾成英哈哈一笑，随后他便打开玉瓶一饮而下。而很明显，贾成英与周东和秦叔已经暗中交流过了，他们两个竟也打开玉瓶一饮而下。见状，楚风也是一饮而下，可白发女子却依旧没有接过的打算，服下吧，没毒。忽然一道暗中传音映入耳帘，是楚风。而听到楚风的暗中传音，那白发女子竟真的将玉瓶接过，随后一饮而下。好家伙，这小白姑娘倒是够信任你的，女王大人不由夸赞道。而楚风也是没想到白发女子真的会这么信任他，不免对白发女子又增添了几分好感。别看白发女子依旧冷淡，可楚风知道白发女子已将他当做朋友了，并且是可以信任的朋友。可就在白发女子将玉瓶内之物饮下后，只听啪的一声，是贾成英将手中的玉瓶摔在了地上。此时的他已是变了一副嘴脸，如同小人得志，笑得极其阴险。小白姑娘，楚风，你们虽然实力不错，但显然涉世不深啊！你们了解白云清吗？居然真的服下他给你们的东西！贾成英一脸得意。那周东虽面无表情，可秦叔的表情也是变得玩味起来。他们早就沟通过了，就是要借此机会对付楚风他们。贾成英，你这是何意？楚风察觉不对，顿时皱起眉头。何意？楚风，看来你终究只是白龙神袍，没有发觉阵法内暗藏的信息。接下来我们根本无需联手，需要各自为战了。你已经没用了。贾成英道。楚风没有理会贾成英，而是看向周东。周东，你们是要翻脸吗？毕竟提议联手的是周东，他想确定周东的态度。楚风，世道险恶，这一次就当给你们上了一课。周东平静的道，而他的这番话已然证明了他的立场。听闻此话，原本一脸恐慌的楚风则是忽然笑了。你笑什么？对于楚风的笑，贾成英感到不解。贾成英，的确有人不了解白云清，但显然不是我楚风。楚风此话说完，微微一笑，随后便捏动法诀。这家伙在干嘛？贾成英起初不解，可是下一刻他脸色巨变，他察觉到自己体内的力量被封锁住了。贾成英，怎么回事？此时周东与秦叔也是脸色大变，一脸怒容的看向了贾成英，因为他们的力量也同样被封锁住了。而贾成英自己也是一脸不解。贾成英，你单到仙宗的秘宝，你自己都分辨不出来吗？差点忘记告诉你，我与白兄稍微改良了一下，在其中布置了启动阵法。我刚刚询问你们，是想确定你们是要继续联手，还是真的想要翻脸？是在给你们最后的机会。若要联手，我不会使用这种手段，可既然翻脸，那你们就需要自食恶果。楚风笑眯眯的道。而贾成英直到此时才反应过来，他是被白云清背叛了，不由恶狠狠地看向白云清。白云清，你暗算我！此时他的双眼何止寒意，更是涌现出了浓浓的杀意。可是面对那满是杀意的目光，白云清不仅丝毫不惧，反而哈哈大笑。贾成英，这可不是暗算，这是你的报应。我与你称兄道弟，不过是表面客气。我与楚风大哥那才是真兄弟。你个大傻逼，你还真以为我会因为你而背叛我大哥？你也未免太高估自己了。在我心里，
你其实就是一个屁。白云清不仅如看傻子一般看着贾成英，嘴上还骂骂咧咧，我他妈宰了你。此时贾成英咬牙切齿，携带那滔天的杀意，便冲向了白云清，给我趴下吧你！可白云清意念之间，威压落下，贾成英便如同死狗一般趴在了地上。现在的他，修为与结界都被封锁，根本没有一战之力。哇，贾成英，你们单道仙宗这秘宝真是不错呀，效果很棒嘛！眼见着贾成英已是毫无一战之力，白云清还讽刺的大笑起来。白云清，你这狗杂碎，我。啊噗！贾成英嘴巴一张，竟一大口鲜血喷涌出，那可不是白云清打伤的，而是被贾成英气伤的。蠢货！周东与秦书看着那贾成英，没有丝毫同情，反而觉得他愚蠢至极。若不是因为对他的信任，他们两个也不至于落到如此田地。现在贾成英俨然已经成为了他们二人眼中的猪队友。白云清，你敢如此阴我，我不会放过你！贾成英恶狠狠的道：“我与你客气，是给你单道仙宗面子。你以为我真怕你吗？我师尊可是图腾龙族客卿大长老。”白云清一脸无惧，旋即看向楚风：“大哥，怎么处置他们？”白云清问：“捆起来吧。”楚风道：“楚风，我乃秦玄的亲弟弟，我劝你现在立刻给我解药，否则我哥绝对不会放过你。”秦书恶狠狠地威胁道：“秦玄？”楚风微微一愣，对。秦书道：“不认识。”楚风说道：“你不认识我哥？”秦书感觉难以置信，这个世间还有人不认得自己哥哥。大哥，你真不认得？白云清也是凑到楚风身旁，小声问：“真不认识？他哥很强？”楚风反问：“强，非常强。他哥秦玄乃苍穹仙宗当今最强小辈，也是浩瀚修武界最强的天才之一。”白云清很是认真地讲述道，他觉得还是让楚风清楚为好，毕竟秦玄的确不好惹，原来是苍穹仙宗最强天才。楚风露出惊叹表情，而见状，那秦书则是满脸得意。可谁曾想楚风却突然看向秦书：“但你哥强不强，关你屁事？难道你哥那方面强？以后你成亲还让你哥代劳？”楚风问：“你是说什么呢？你说话怎么这么卑鄙？”秦书气的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我卑鄙？打不过了就提你哥，我看你不仅卑鄙，还很无耻，更是输不起。”楚风讽刺地说道。而秦书也是被对得哑口无言，他的确是输不起，但他不愿意承认。你别动，我来绑。楚风看了白云清一眼，随后楚风便凝聚结界绳索，走向了三人。楚风是故意的，他也是意识到秦书身份不简单，日后必然会伺机报复，不想让白云清拉这个仇恨。反正楚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若要报复，就来报复他楚风。毕竟楚风的最终目标乃是七界圣府，不介意多个苍穹仙宗和清月神殿，大不了一起铲除。而那毒药，楚风已经改良过了，所以他很了解。那毒药虽然不会伤害他们，但药效有30个时辰，也就是说30个时辰之内，他们三人都没有一战之力。只要将他们捆绑起来，他们便什么浪花都翻不起来。至于为何不干脆杀人灭口，楚风是觉得还没必要闹得那么大，毕竟单道仙宗、苍穹仙宗、清月神殿的人可都在外面呢。他们的天才小辈若是没有安全出来，肯定会把矛头指向楚风他们。况且他们也只是耍些卑鄙手段，也没有真的要对楚风他们如何。若是楚风他们先下杀手，也确实理亏。虽然现在这样也已是得罪了，但得罪和直接杀掉还是有区别的。楚风倒也不是怕，只是楚风如今杀人也有一个自己的标准。楚风，你真的敢捆我？你给我记住了，今日之辱，我贾成英他日必会讨回。捆绑贾成英的时候，狠狠地威胁道：“闭嘴吧，还不够丢脸的吗？”可楚风根本不理他，只是轻蔑一笑。可是这抹轻蔑笑容，却是让贾成英更为恼火。秦书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挣扎，但他却也是恶狠狠地盯着楚风。但楚风没想到的是，轮到捆绑那周东的时候，向来沉默寡言的周东居然说话了：“楚风，我劝你放开我，帮我解毒。这阵法你自己很难破开，你与我合作，我可以帮你破阵。”周东道：“不好意思，这毒药是贾成英的，我没有解药，就算有解药，我也不会给你。我本诚心与你联手，可你却暗中对我下手。若不是白云清心在我这边，那么此时被暗算的还真就是我楚风了。你已经不配再与我联手。”楚风说道。只是没想到，那周东竟冷笑一声，旋即道：“楚风，你根本不知道这阵法有多难。你以为这最后阶段是你们两个就能破得开的吗？我就把话放在这，若是没有我帮忙，你们绝对无法破开。”周东道：“是吗？那你就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这阵法我们兄弟二人是怎么破开的？”楚风话罢，看向白云清，白云清也是心领神会，二人重下踏入阵眼，继续破阵。起初，周东一脸不屑，可是伴随楚风与白云清阵法的变化，周东有些不淡定了。楚风此时布置出了一道非常强力的阵法，但是这阵法非常难以驾驭，而白云清布置的则是一道辅助阵法，专门辅助楚风的，一主一辅。他们开始配合，可在周东来看，这阵法最难的还是楚风的阵法。就算有白云清辅佐，可这阵法仍是极难驾驭的，除非楚风拥有着超越蓝袍的掌控力。但是偏偏楚风从一开始就对这阵法展现了极为强大的掌控力，可以说是滴水不漏，稳到超乎想象，就仿佛于他而言，那根本不是一道复杂的阵法，而是很简单的阵法一般。不可能，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他一个白龙神袍，为何有如此强大的掌控力？周东感觉难以置信，他也是一位界灵天才，所以他知道楚风眼下所布置的阵法就是极为强大的阵法，那阵法展现出的力量不会出错，这是一个哪怕是他也难以驾驭的阵法。可楚风为何能够如此轻松，并且楚风还真的只是白龙神袍？难道说他是七界圣府的人？想到这里，周东神色变化，赶忙大声问道：“楚风，你是不是七界圣府的人？”此话一出，秦书以及贾成英都是表情变化，旋即同时看向楚风，他们竟然变得有些紧张起来。七界圣府是何等势力？倘若楚风真的是七界圣府的人，再加上楚风这样的天赋，那其身份绝对非同小可，他们今日的亏还真就只能白吃了。而听闻周东的话，原本专心破阵的楚风竟也忽然停止了手下的动作，楚风的神态都变了，
他转过头来，凝重地看向周东：“我楚风，非七界圣府之人。”话罢，楚风转身继续破阵。在这个话题，他不想去聊太多，而得到这个答复，周东、秦书以及贾成英则是松了一口气。很快，那周东眼中难以破除的阵法便被楚风破除。破除之后，楚风不仅打开了那道大门，更是得到了关键线索。接下来有着一道非常难的关卡，但如果破解，楚风已是得到了线索。你们就在这等着吧，这最终考核我们一定会拿下。话罢，楚风便带着白云清、白发女子继续向深处行去。周东三人一脸的不甘，尤其那贾成英更是不停地对着楚风三人离去的方向出言威胁，直到楚风彻底离去，那周东才忽然开口：“闭嘴，没用的东西！若不是你，我们岂会落得这步田地？”周东目光不仅凌厉无比，眼中更是散发着寒意，那种眼神让贾成英发自内心的感到害怕。我也没有想到那白云清会背叛我，谁能想到只是参加了一场考核，他就真的认那楚风做大哥了？这个没骨气的东西，真他娘的让我失望。贾成英说道：“别废话了，接下来你们两个听我指挥。”周东冷冷的道。听闻此话，秦书则是大喜：“周兄，难道你有脱困的办法？”没有。周东道。秦书顿感失望，既然都没有脱困的办法，我们就算听你指挥又有何用？此毒有时间限制，我推测是30个时辰左右，而这个时间内他们绝对无法通过最终考核，我们还有机会。周东道：“你怎么知道他们无法在30个时辰之内通过考核？刚刚的阵法似乎没有暗藏这个信息。”贾成英道：“所以我叫你们听我指挥，这场最终考核我势在必得。”周东此话说完，便闭目养神，不再说话。而秦书与贾成英面面相觑，他们从周东那自信的表情上察觉到，对于这最终考核，周东似乎知道一些他们都不知道的事情，也许还真的有机会。可就在此时，那打开的大门再度关闭，破解的阵法也是立刻恢复。见此一幕，刚刚燃起希望的贾成英与秦书顿时心如死灰，就连周东的表情也是变得难看起来。阵法是能恢复的，也就是说，就算他们30个时辰之后能够恢复自由，但想要追赶楚风他们，还要进行破阵。30个时辰的时间差，怎么可能追得上？楚风又不是庸才，所以他们都觉得他们已是没有任何机会了。这场最终考核，他们已经彻底栽了。若是还有机会，那再好不过。他们也希望周东说的是真的，因为与其事后再找楚风报仇，还不如这一次直接将楚风击败来的痛快。但实际上，他们却都也没有抱有太大期望。楚风三人一路前行，破解了诸多拦路的机关阵法，这最终考核的确不好过，且越是后面的阵法，则是越难。哪怕白云清这种级别的，都是渐渐的体力不支了。于是楚风让白云清休息，他自己破阵。大哥，你也休息一下吧，反正没有时间限制，咱们不用这么拼。白云清劝道。没事，我不累。楚风确实不累，他的精神力比寻常人浑厚得多，哪怕天才也无法与他比。但楚风之所以如此认真的破阵，是因为楚风已经渐渐发现这里的阵法非常耗费时间。可是那毒药封锁周东三人的时间是30个时辰，从眼前的局势来看，这最终考核绝不简单。30个时辰之后，楚风他们多半还无法通过考核，并且此地只能前行，无法后退。他们现在想回去，重新找周东他们，再对他们进行束缚也是不行了，所以只能快速破阵，尽全力破阵。这样一来，就算他们能够恢复，可他们想追赶上楚风他们，也需要破阵。在楚风看来，30个时辰的空档时间，再加上这些阵法的难度，他们想追赶上来也是难度极大，甚至是不可能的。但若是掉以轻心，那可就未必了。通过之前交手，楚风预感到那周东的结界之术并不弱，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才如此认真的破阵。可楚风总是感觉不稳妥，所以后面破阵之后，楚风还会自己布置一些关卡。大哥，你怎么还布置关卡？难道他们还会追上不来不成？白云清问，以防万一吧。楚风道，大哥做事真缜密。白云清是真的有些佩服，他也是踏入过无数遗迹之人，是有见识之人，但他自认为他不如楚风这般缜密。大哥，你告诉我，若不是外面跟着清月神殿、苍穹仙宗以及丹道仙宗的人马，你会不会直接杀了他们？白云清好奇地问。那应该也不至于，除非他们想杀我，否则我楚风不会直接下杀手。楚风道，那他们若是想对你下杀手呢？白云清问。那自然是不留。楚风道，楚风大哥，我很好奇，你身后究竟是谁在撑腰？白云清问。没人给我撑腰。楚风摇了摇头。真的假的？白云清十分诧异，他有些不信，旋即说道，大哥，你别开玩笑啊，是真的没人给我撑腰。楚风道，可若没人给你撑腰，你怎会有今日本领？白云清问。自然有人教过，但现在的确无人撑腰。楚风道。而白云清起初也是有些不信，所以问的时候一直认真的观察楚风，他发现楚风不像说谎，而是陈述事实。大哥，难怪你做事如此缜密，搞了半天你是靠自己啊。白云清对楚风的敬佩之心更加浓厚了，他之所以不惧贾成英他们，就是因为有他的师尊给他做后盾，若是没有他师尊，那是他不敢想象的事情。楚风大哥，他们日后肯定会找你麻烦，你若无人撑腰，我不建议你对他们痛下杀手。他们找你麻烦，不管怎么找，那也只是小辈之间的争斗，他们身后的势力多半只是观望，最多暗中帮忙，不会直接插手，否则面子上说不过去。可你若杀了他们，得罪的就是他们身后的势力，他们便有了为小辈报仇而对付你的理由，而他们所在的势力没一个是好惹的。在浩瀚修武界得罪他们这种庞然大物，你基本没有生存空间了。白云清劝道。那你呢？你怕他们吗？楚风问。我有师尊撑腰，自然不怕，但我也不敢杀他们，否则我师尊也会有很大压力，可能不会保我。白云清道。楚风知道白云清是为他好，于是楚风也没过多解释，因为倘若楚风要说那些势力
敢找自己麻烦，楚风也直接干掉。白云清可能也不信，于是楚风只是对其道：“不用为我担心，我自有办法。”随后，楚风三人继续向前，又经过一段漫长的破阵旅途后，他们终于走出了岩洞，来到了一处悬崖之上。站在这片悬崖前，楚风有一种走到了世界尽头的感觉。抬头望去，乃是漫天繁星，一切如此的真实，就好像抬头所看到的是真正的浩瀚修武界，而看向前方，已然没了去路，只能看到宛如云层一般的迷雾，但他们知道迷雾下方乃是深不见底的深渊。又搞什么东西？白云清双眼变得明亮，认真观察。他也是谨慎之人，知道此地不能直接过去，只是一番观察，他却什么都看不到。不仅是他，哪怕楚风的天眼也看不透，但却能够感受到迷雾之中蕴藏着未知的凶险。于是楚风拿出天师浮尘，只是天师浮尘没有任何反应。楚风大哥，你看身后的岩壁。忽然白云清对楚风说道，他们是从岩洞走出，来到这道悬崖之上的，而岩洞四周自然是大片岩壁，那岩壁之上有着诸多符咒纹路，其中也是蕴藏着信息与阵法，那是可以给予我们力量的阵法。所以我推测，这深渊内必然有着可怕的存在，否则没必要在这里留下这样的阵法。楚风说道。其实刚从岩洞走出，来到这悬崖之时，就已经发现了身后岩壁上的符咒纹路，并且看穿了其中的内容。白云清认真观察，片刻后面露惊叹：“我擦，还真是，大哥，你这观察力也太强了，一眼就能看穿啊！”就在此时，白发女子忽然出手，她对着深渊一指，一把武力巨剑插入深渊，但没有任何反应。这强大的一击，甚至连那覆盖深渊的迷雾都未能轰散。让我来探一下。楚风释放出结界之力，然后开始布阵。他布置出了一道分身，与他可谓一模一样，无论是气息还是外表，根本不像是结界阵法所化，就像是一个本尊。楚风催动之下，那结界分身便御空而起，向深渊的深处飞掠而去。忽然，一声刺耳的尖叫响起，迷雾之中直接有一具物出现，将楚风的分身一口吞掉。仔细一看，那是一只长着蝙蝠翅膀的蜘蛛，蜘蛛体长只有100米，于妖物而言体型较小，可它散发的压迫感可比许多体长万米的还要可怕的多。半神巅峰。此时就连白发女子也是目露不安，这个境界是她也无能为力的境界。而眼下那只蜘蛛妖物吞噬掉楚风的结界分身后，并没有回到迷雾之中，而是扇动着巨大的翅膀，恶狠狠地盯着楚风他们。可突然间，一只巨大的爪子自深渊飞掠而出，直接将那蜘蛛缠住。那像是章鱼的爪子，不过却是漆黑之色，并且上面长毛了恶心的黑毛。但只是一只爪子，可却比那只蜘蛛巨大的多。只是一只爪子都如此巨大，此物的本体必然也有几千米之大。但相比于其体积，楚风等人更惊叹于他的实力。只是一击，那半神巅峰的蜘蛛妖物身体便被挤压得不成样子，已是没了生机。这只爪子的主人已然超过了半神境，那是一只真神境的妖物。不过这只真神境的妖物并未浮现全貌，而是杀了蜘蛛妖物后，便拖着蜘蛛妖物的尸体回到深渊之中，好像不会直接攻击我们，不进入深渊，我们便是安全的。白云清道，别犹豫了，破阵。楚风转身走向阵法，而白云清与白发女子也是照做。他们已是见识到深渊内妖物的实力，只凭他们自身实力，绝对无非过去，只能借助阵法内的力量。楚风立刻开始布置阵法，白云清则是仍认真观察，寻找最佳的布阵方式。而白发女子看了一会后，则是干脆退到了一旁，不再观察。小白姑娘，怎么了？白云清问。我看不懂。白发女子道。小白姑娘，结界之术适合境界？白云清问。龙变六重。白发女子道。小白姑娘不要有太大负担，这个阵法确实很难，除了楚风大哥这种妖孽，寻常的蓝龙神袍都未必能够驾驭此阵，你看不懂也是正常。白云清这话不是假话，哪怕是他想获得这阵法内的力量，也是需要耗费不少精力，所以白云清也不再管白发女子，而是开始认真布阵。他已经察觉到这阵法内蕴藏的力量非常浑厚，是完全可以对付那深渊内妖物的，所以就算白发女子无法得到这力量也没关系，他和楚风得到力量后，完全可以护着白发女子过去。一番观察后，白云清也开始布阵，并且一番催动之下，源源不断的力量涌入他的体内，那阵法力量仿佛无穷无尽，但是他能得到的分量却也有极限。很快，白云清的极限便到了。不过此时他周身结界之力浮现，而那结界之力所散发的气息却也达到了一品真神，这便是真神境的感觉。太爽了！感受着这股力量，白云清欣喜若狂。他知道这力量虽然只是阵法赋予的，可是凭借他的天赋，迟早有一天他也会踏入真神境，并且绝对不止一品真神这么简单。感觉如何？此时楚风的声音响起，原来楚风早就已经完事了，而楚风所获得的力量与白云清一样，也是一品真神。大哥，你也是一品真神？白云清有些诧异，他本来以为楚风会得到的更多，上限便是一品真神，无法再获取了。楚风所说的上限，不是他自身的上限，而是阵法给予的上限。这阵法内的力量虽看似无穷无尽，可却不允许楚风获得的力量超过一品真神。大哥，你这样说我就有点尴尬了，因为一品真神是我的极限了，就算可以继续，我也不行了。白云清苦笑道。忽然楚风随手勾了肩，一道阵法的布置图便浮现而出。白姑娘，你于体内布置这座阵法，附加于自己身上，我帮你获取阵法内的力量。楚风对白发女子说道。好玄妙的阵法呀！看到楚风所布置的阵法图，白云清不由发出感叹，那是一种适合于白发女子这种境界之人来布置的阵法，但这阵法的玄妙程度却非常了得，可偏偏布置起来又很容易。这种布阵方法，唯有对结界之术有着极高理解的人才能想得出来，至少他是完全想不到的。可楚风却想到了，这便是他惊叹的原因。不必了，反正这最终考核，最终受益者只有一人，我不擅长结界之术，正常来说，我也将止步于此。白发女子摇了摇头，拒绝了楚风的好意。白姑娘，咱们一起来的，就应该一起回去，除非真的有过不去的坎，那是另外一回事。而既然现在可以过去，我们没有理由
留在这里丢下你不管。楚风是不想将白发女子一个人丢在这里，毕竟后面还有周东他们。楚风觉得周东他们还是有可能会追上来的，虽然这种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但将白发女子一个人留在这里，他不放心。而与其他与白云清护着白发女子前行，还不如让她自身拥有力量，这样的话，白发女子可能也更愿意同行。